贫道四目，专业赶尸，成名于辅助师兄林凤娇火化任老太爷那一次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我也知道师兄和他的2个徒弟有多么不靠谱，因此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。我赶着剩下的几具僵尸准备回老家，干了一夜的路，我也累了，于是就想到密林里休息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只胆大包天的狐狸精居然要偷我的僵尸，我自然不会惯着他，一把就抢了回来。狐狸精见我这么勇猛，于是就想用美人计迷惑我。只见狐狸精不着寸缕，媚眼如丝的向我吐泡泡，矿了一般的男人绝对顶不住。可我身为茅山正宗传人，早就4打皆空。看你长得还不错，想逗你玩玩，当真的。处理完狐狸精以后，我就赶着僵尸回到了老家。看到日晒3竿还不起来练功的徒弟嘉乐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这要是遇上野生僵尸，难道每次都要我出手对付？于是我就好好教育了一下徒弟。令我唯一欣慰的是，嘉乐猜到我没吃早餐，特地做好了饭菜。可下一秒我才发现是我想多了，原来是隔壁的秃驴老马回来了。这次老马还带回一个女徒弟晶晶。我仔细打量晶晶，确实长得有几分姿色，怪不得能迷得嘉乐神魂颠倒。终于到了晚上，赶了几天路的我打算好好睡一觉，可那个死秃驴老马却在不停地念经。我受不了啦！叶特没用，小瓦没用，棉花没用，连东西也挡不住你啊！我想到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于是我就带着我的棺材本想要买下房子。可是老马这个死秃驴却赖在这里不走。贫僧打算在这儿敲经念佛，直到圆寂为止。为了能让他早点圆寂，我拿起桌子上老马的塑像，假意跟他和好，还按上了手印。回家以后，我就开始施法对付这个死秃驴。可没想到这几年老马的见识见长，居然知道拿大蒜来破我的发。晶晶那个小浪蹄子，为了给死秃驴报仇，居然用窜天猴来对付我。次日一早，我多年不见的师弟千鹤路过这里，我一看他押送的金角铜棺还用墨斗网缠着，就知道里面是一具凶尸。为了师弟的安全，我建议他火化，可师弟却十分为难，因为这具凶尸有皇族血统，按照礼制只能入土为安。就在此时，死秃驴提出拆掉棚子，用阳光散去湿气的办法。由于昨晚斗法输给了秃驴，我也不好反驳他，于是就让徒弟给千鹤准备了一包陈年糯米，希望他用不到。师弟走后不久，突然风云突变，下起了大雨。我心想，坏了，这次师弟8成要被死秃驴害死，因为没有棚子挡雨，墨斗网浸水以后就困不住僵尸了。果然，一道天雷劈下，恰好击中师弟押送的潼关，被雨水浸湿的墨斗网再也困不住这只凶尸。师弟也只好带着他的4个徒弟以命相搏。很快，武管事就带着小王爷到我这里求援。我不顾一切地向他们的营地冲去，希望能救下师弟。当我赶到时，发现师弟已经没救了。师弟心中一直坚守着他的信念，想要出魔卫道，杀身成人。为了不变成僵尸，让我出手把他当僵尸除掉。可是几十年的兄弟感情，我哪里下得去手？于是师弟就要自己动手。后面赶到的死秃驴还责备我见死不救，我就反问他，如果师弟变成了僵尸，你是杀还是不杀？我也不想跟他废话，就将师弟的遗体火化。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还有一只有皇族血统的凶尸没有对付。回家以后，我就让嘉乐把糯米磨成粉，然后擦拭好我多年备用的桃木剑，等僵尸上门。我听到晶晶的求救声后，立刻赶了过去。原来凶尸是朝他的大侄子去的，我抄起宝剑就要为师弟报仇。
可没想到他吸收了有道行人的血后，变得刀枪不入。老马想用渔网困住僵尸，而我却在一旁看他不自量力的和僵尸比力量。眼看老马要被咬到，我才出手救下了他。可是吸收了天雷后，凶尸的等级已经超过了任老太爷，灵符也失去了作用。老马压箱底的法宝也只是阻挡了凶尸3秒。有了对付任老太爷的经验，我想到了僵尸的弱点就是双眼。于是我们2人配合，想要攻击他的眼睛。可是这只僵尸智商明显更高，直接破墙而逃。我回到房间，递给老马一把武器，就准备追击。那你呢？我随便就行了。走。这下出师不利，刚出门就被僵尸丢了回来。我也十分不服气，认为是我的刀不够大，于是就从房间里找出了最大号的宝剑。眼看这只僵尸这么难缠，我讲到了请神术。祖师爷救命！有了祖师的加持，再厉害的僵尸也得变弱鸡。只是一个回合，刚刚还是凶厉无比的僵尸就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我乘胜追击，直接把凶尸打爆。可嘉乐那臭小子为了泡妞，居然敢背后说我坏话。我师傅，别说话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